其实我刚开始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还是有跟他说谎，被他抓过一次。是什么忘记？忘记了。欢迎大家收看《最佳损友》。哎，有人说家人也会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因为他们会是我们24小时最好倾诉的对象。所以今天我们把一整个家庭给请来了，让我们欢迎 Kid、Andy 还有 Aiden。嗨，琪琪姐姐好。哎，姐姐哇，听了好开心呢。好，那我想知道你们两个已经结婚多久的时间7年，对吗？等一下，对问题是我知道啊他好像有点在想，Andy 这是怎么一回事？通常我是想就是 A 人加1岁哦，加1年。我也是。哎，我觉得这个节目我刚开始我就觉得有点紧我刚张。才觉得你犹豫了，因为两个是本来应该很胸有成竹说7年。没有，我们两个都胸有成竹，就是 A 等加1，对不对？对 A 等加1 A 等加1。那我们话不多说，马上进行我们的第一个回合——蜻蜓点水。现在我们要进入的是我们第一个环节——蜻蜓点水。我来跟你们解说一下第一个环节怎么玩，好不好？很简单，我会问 Aiden 一些题目，那你们呢，爸爸妈妈的工作就是要猜 Aiden 的答案会是什么。如果你的答案是跟 Aiden 相同的话，就算过关。那如果你的答案是跟 Aiden 的不相同，就是不对的，那你们就要接受惩罚，好不好？想不想知道惩罚是什么？有请我们的香蕉哥哥，这是柠檬，好不好？看看里面是什么 A 的。柠檬哦。那好，我们马上就进行我们的问题。好 ，Aiden， 我想问你，谁煮的东西比较好吃？爸爸还是妈妈？先不要说，先不要说，然后先给他们写答案。太简单了太简单了。3、2、1，请亮答案。妈妈，哎呀，妈妈煮的东西比较好吃。重点是爸爸从来没有煮过东西啊。哎，我有煮过给你吃哎。他没有吃过吧？他没有吃过。他从来没有吃过爸爸煮的东西啊。那算他幸运这无从比较。真的，他能够活到6岁，也就是因为没有吃爸爸煮的东西妈。妈煮的东西真的有这么难吃吗？没有，我都常常煮给我自己吃，只是他们很嫌弃。来，下一题，下一题，啊下一题。下一题，好。谁唱歌比较好听？先不要说哦。 Oh my god！啊，对哦，他有在懊恼了。我们3、2、1，请把答案亮出来。哎，好，Aiden，你的答案是？来，我们1、2、3。啊，你觉得爸爸唱歌比较好听哦？等一下，Aiden，你再讲一次。等一下，妈妈不可以，不要吃手表请不要干扰我的当事人。那好，因为你们2个人都答错，所以必须2个人都吃柠檬。好哦，哎呦，妈妈的脸让我感觉非常酸。好，那我们接着问下一题了，好不好？请问，爸爸和妈妈当中谁比较聪明？3、2、1，请亮答案。好 ，Aiden， 我需要你把自己的答案大声的说出来。 Daddy， 哎呦，哒哒哒哒哒哒。哎呦还自己配乐。都聪明。哎呦这个肯定是笨的人才会写的答案。而且我刚刚冲完，我还想，冲怎么写？ Give me five。好，可以。Aiden，你真的觉得爸爸比较聪明吗？爸爸，你因不可以为这样。 Daddy 会跟我做大便。哦。因为我们有做就是科学的 experiment， 然后这真的就是做一个大便出来，叫好奇怪 Yaki 做 Science。做大便还要特地做实验，我每天都有在做。所以你现在知道做大便就会很聪明。好，因为妈妈答错了，所以妈妈需要吃柠檬，好不好？耶。好，在妈妈吃柠檬的当儿，我要接下去问喽，谁比较好看？哎呦，这妈妈有压力哦，我觉得。好了，好，亮答案。好 ，Aiden， 请告诉我答案。妈咪，哎呦，小孩子是不会说谎，风都来了，是不是？我们往下走了。琪琪阿姨问你，谁比较凶哦，这还用说？哇， ？Aiden， 请说答案。 Daddy 跟妈咪一样凶。一样凶啊！哎，我上你一定是次问你，写我对不对？我上次问你，你不是这么说的啊？不是因为你最近有发他一次脾气，所以他他还都不写记得，所以他还记得。所以其实你们在家里2位都是属于没有人说是黑面，谁是白面，没有没有，我们是教育一致。一致，所以2个人都有可能会凶。
比较多，所以你是比较严肃的爸爸。哎，所以我们要吃柠檬的意思吗？对啊，因为你们两个人的答案是不相同的。哎，我真的觉得他们两个人的柠檬是不够的。好，我们继续喽。来 ，Aden， 我问你，在家里谁比较吵 ？Aden， 请说答案。妹妹，非常好。终于不需要看他们吃柠檬了。你跟他说妹妹都通常怎么吵？你可以表演一下，妹妹这样。哭，他妹妹都常常哭吗？为什么会哭？我记得。你欺负她，这是他的乐趣，生活的乐趣。所以他会去闹妹妹，然后妹妹就会大哭。也不算大哭，就是闹脾气。他就会啊，爸爸。哦也会好 ，Aden， 下一道题目喽。西西阿姨问你哦，那你如果遇到麻烦的时候，你会先找谁？好，Aden， 现在是时候了，你可以说出你的答案。你会找妈咪，是值得庆祝一下的。耶终于两位答对了耶我还跳舞。好，这只是我们的热身的环节，所以你们如果觉得这个太 easy 太容易了，是不是？没有这么想，他都已经吃完整碗柠檬了。感觉你的没有这么说。颜面突然变得很凝重。没事，我们还有更好玩的，马上进入我们第二个环节——水深火热。现在马上进行我们的第二个环节——水深火热。来跟大家解说一下游戏的玩法，这个更简单，就是问你们彼此各问2个问题，然后如果你们的答案是相同的话，就算你们过关；如果答案是不相同的，就是有人说1，有人说2的话，那答错的那方呢，就必须转一下这个转盘。那你看到转盘上面有1到8的数字嘛，对不对？那这就会将是你们的命运。 OK，所以我们不知道1到8是什么。嗯不知道你们不会知道，你转到那号码，我会一一为您揭晓。我突然觉得你好阴险哦。好，那我们就马上开始喽。我们先问关于 Andy 的问题。第一道题目：如果女儿告诉你她交了男朋友，你当下的反应会是什么？几岁的时候？哎呦，重点是几岁嘛？他8岁的时候， 45岁的时候，有可能18啦。我们算一个就是18 18岁，其实18其实还蛮年轻的嘛。好了，哇塞，哎呦，有哎。我想问一下，爸爸，为什么你会觉得 OK 啊？ 18岁，我13岁就交女朋友哎。13？对啊，你不是12？等一下，你在演哪一出？你到底在演哪一出？谢谢你，不知道我有终于看出来。我有失忆症。那爸爸，请问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会觉得不 OK？重点是那个男生是怎么样的吧？18所以你会岁交男朋友很正你常啊。会先说 OK 啊，然后过后才问说，哎，要他带回来见一下家长吗？我女儿在班上有暗恋一个，不是暗恋，就很喜欢一个小男生，明恋，然后一直每天黏着他。那男生如果被惩罚，他会搬一张椅子坐在他旁边，陪他一起被惩罚。你怎么知道这件事情？老师跟我说，然后我就回去跟他讲，然后他看了照片，他说他喜欢这种，还嫌弃人家，他觉得人家配不上我女儿，说人家长得很可爱，好不好？好，我们下一题。我们下一题，如果 Kate 和 Aden 掉进海里，Andy 会先救谁？好了，你要看一下你老婆那个楚楚可怜的。好，我允许我允许你解释。他比较会耶。所以 Kate 你是不会游泳的状态。我游的不好，他就说我都没有在前进。他是说救，就是代表说不是游泳的问题，就是他已经是要溺水了，你说一样啊，一样一次啊。一样一样没有办法救2个啦，对不对？我们一定要选一个。所以2个，而且不是说会游泳跟不会游泳，是已经在溺水了，对不对？是这个情况嘛，对对不对？是这个情况，所以好好照顾孩子，等一下我们会好好照录完顾他。你不是说你自己有买保险吗？你在烦什么？好了，这样子的话就是答错啊，对不对？来，1、2、3，转。哎呦， Big money, big money。好，所以转到的数字是8号。哎呦，请用我想要你扮演一下，就是你怎么去撩男生的一个片段。太容易了，我每天都在撩你啊。他一直都在演啊。你在撩我的钱吧？太简单了。好，我觉得我们给你5秒，好不好？
撩到一位男才生。 5秒。，对，我们要用最快的速度。好。 3、2、1好快，Action！哦，好热哦。哎，你想不想去喝杯饮料？你想不想去有 aircon 的地方啊？好啊，我知道这边卡。好，现在我要问Andy 关于一些 Kate 的问题，让我们知道你有多么了解他，让你们默契有没有在，好不好？那开始喽，第一道题目，Andy 为你做过最 sweet 的事情是什么？最浪漫、最甜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哇，这种问题很难回答哎，因为有太多，是不是？因为我没有在做这种事情，可是如果没有的话，一定会有一样东西是他觉得每一天都是很浪漫的一天。啊，来，好，我们3、2、1，请亮答案。好，爸爸的答案是天天一样，那妈妈答案是什么？我生气的时候，他都会先道歉。哎呦，我觉得其实他对我真的很多东西都很好，你自己说是不是天天一样？天都一样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啊。哎，是不是？对不对？等一下我的厉害就是我 consistent，好我consistency。错了，好对不起。，各位冷静，我是主持人，我可以决定我接不接受这个答案。我当然是不接受。不要惩罚他。但是如果只能选一个，那只好牺牲你了。好，来为，什么每加油一个环节加油都可以演一出？我不了解。有在家里会惩常常这样罚了。好 ，Aden 已经迫不及待来，好，我们来旋转我们的转盘，好，我们看会落在什么数字上？好，转盘上数字落在3号这边，让我看一下3号是什么。哎呦 ，Kate 要蒙着眼睛，然后试图帮爸爸涂口红。好了，不然这样我蒙着眼睛，让你跟我讲上下左右，这样好不好？好，可以，可以，这样比较好 OK，我们对马上进行，我们有请我们的香蕉哥哥进场。 OK，谢谢。好，自己为自己蒙上眼睛。你跟妈咪说怎么画，嗯要画我嘴巴哦。那你自己转过来啊。等一下，这里妈咪看不到，你指有什么用啊？前前啊下下。哎，这个是嘴巴吗？是左对，可以开始涂了。左这样。左哎，我好好牙齿哎，那嘴巴不要闭起来啊。那等你觉得好看吗？我们可以吗？就可可以接以受吗？结束了。好吗？这样好吗？好，我接受了，我接受。帮你打开。哇，so sexy。对，非常性感。 Why so serious？哎呦哎呦， OK，可以了，一点你不用再弄很好了。看呢。我们要继续问我们的问题喽。Kate 最受不了 Andy 的一点是什么？一点哦，对，说出一点就一样。我反正就是以我的答案为主嘛。我们3、2、1，请翻答案。等一下，我对妈咪的那个答案有一点意见，妈咪请把自己的答案大声的念出来。太迷恋我。你写什么？他写的是 OK 啊打电动。打电动 OK 啊，他其实没有什么缺点。其实真的你有念过他吗？他打电动的时候。有吗？没有OK， 好，其实那其实我们的答案还是不一样的，不一致的。惩罚了。好，好惩罚转惩罚惩罚了，迫不及待要惩罚爸爸。 3、2、1，请转。1号，好，1号呢是我们要用我们的健康步道，就是要在健康步道上跳3下。哦好，现在诉可以啊说一下，可以吗？ ，OK 啊，好，半蹲状态哦，我们3下哦。好，我们3、2、1，第一下。哎呦，哦，好有精神。非常有精神，好健康步道嘛哈。第2下，哎，感觉有点变矮了哈。应该要踩中间那一个。好，我们第3下，3、2、1，上。等，哇，中间的这个有点妈妈好狠。 ，OK，可以了，来3、了2、1，跳。啊，OK， ，OK，完美结束。好啦，所以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也出现了不少惩罚的次数。好，哇，这非常失控，但是具有非常多的欢乐的一个家庭。那我们话不多说，进入我们下一个回合，坦诚相待。好，现在已经来到我们最后一个环节，坦诚相待。这个环节很简单，你们各自都已经准备了自己想要问对方的问题。所以就那一题而已。对，就这么一题。但这一题呢，我必须要你们2个人就是四目交接，
然后要很诚恳的看着对方，问出那个问题，不是诚恳，对，是一个非常温馨的一个环节。温馨，OK， 温馨哦。啊，了解哈。了解。OK， 所以你也要以就是被问的那一方温馨。哦，温馨。所以谁要先开始？都可以啊。好啦，那我们女士优先，我们请妈咪先开始好了。好。为什么你要骂我的感觉？我明明就是含情脉脉的在看着你哎。好你说。老公，不好意思，大声点哦。老公，来，告诉我，你曾经什么时候想过要跟我离婚？这个好说吗？你说啊。什么时候想过要跟你离婚啊？对啊。你可以直接说，我不会放在心上，我不是真的会记仇的人。我认真在想啊。我太多时刻，是不是？不是说太多时刻，话是这样讲的，没有任何一刻是发生了什么很严重的事情让我觉得就是我一定要跟他离婚这样。不过有时候吵很凶，其实也很少啦，真的。我们什么时候吵过架啊？或者你说什么？我唯一的印象就是我有可能一次，哪一次？一两次，我真不记得，拿出来讨论啊。我真的不记得。没有啦，其实根本哪一次？没有，我是真心想，真的是一两次，可能有闪过，就还是真的离婚算了。这样，可是我真的已经不记得是为什么东西吵。可是我觉得有可能就是在生气或者是气不过来的那一刹那，对不对？好啦，这个答案其实我接受，但你可以接受吗？可以啊。因为它更长。因为我就不相信你想得出哪一时刻，对我表现的这么好，真的没有。所以你们两个有没有任何时候是大吵到很凶，然后冷战非常久的？没有。通常两个都是直接把话就是摊出来讲了之后就 OK 了。我没有吵架超过24小时不说话，没有。因为每次都是我先跟他道歉啊，所以才没有啊。因为我真的很不喜欢吵架，而且我觉得感情真的要越简单越好。一点点心结就越来越复杂，那个结就会越弄越大。对，然后越复杂就越容易就是离婚收场。所以就算是我很不爽的时候。你怎么会有那个时候？好了，昨天上个礼拜，我还是会就是先道歉啦，因为先道歉完之后，大家情绪比较好之后，我们再来谈，比较好聊。对，好，我们来听一下 Andy 有什么问题想要问 Kit。我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们你没有含情脉脉的看着我哦，很严格。如果我们刚交往的时候，刚开始交往的时候，是第一次交往深度聊天的时候，对，第一次深度聊天的时候，有一个很有钱的老人，哈，什么问题？住那种就是多老？大概像50、没有老啊50多啊，你就觉得50、60岁的人 OK 啊，50多岁，很有钱的人来追你，对，你突然间很认真在，突然头好痒，你会不会就是动心？哎呀，这个还用问吗？什么是这个？当然是选你啊！为什么？可是他有钱呢。住哪里？你不可以这样子聊当事人。这位，那因为而且他不够老，如果他老到80，我刚才就是在想 ，OK， 如果他80多，已经在插管了吗？插管治疗啊？这是什么问题？请问一下。没有状态。我觉得其实跟演员在一起本来就是一个风险，对，然后会跟你在一起就肯定。是找不到其他更好的选择，只走投无路了。没有啊，因为我觉得我会跟你在一起，是因为我很难找到一个，这世界上真的很难找到一个可以跟我生活在一起的，因为我也知道我很难搞，然后我又没有很多女生会吸引男生的那个部分 ，you know。反正我觉得我在找男朋友的路上，其实就还挺辛苦的。所以我对，想，其实我是觉得说，如果有一个人就是真的可以接受我的缺点，然后真的可以每天这样，因为我们刚开始交往，我们真的是可以整天生活在一起，然后都没有出门，一直待在家，真的是生活在一起。其实这个真的是最难的。那我想问的是，刚才你在前面你有说，跟演员在一起本来就是一个不踏实的。对，因为我自己也是演员，对，我已经很不稳定了，然后我还找了一个跟我一样不稳定，而且他是一个有梦想的人嘛，他有很多事情要做，他比较牺牲掉所谓机会成本啊，然后我们的生活也是其实很不稳定。那我们刚结婚的时候，
我们真的很穷哎，我回到新加坡的时候，我的户口只有100块钱哎。然后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是因为在台湾没有工作做，我们所有的储蓄我全部都花完了，生小孩什么全部都花光，我们回来就只有100块钱，就是真的是一起努力到现在这样。所以你们在一起7年，然后就是一同努力到今天的你们结婚7年，在一起再多个1年哦，一年多，差不多。在一起多个1年。那他其实是因为他的踏实吸引你，让你有个踏实感。而且他很诚实。以前我跟每一个男朋友，我没有交很多啦，就几个。我说就是，我觉得诚实是唯一的条件。可是男生都很爱骗人，然后骗人的理由都是说，跟你讲实话你会生气。这个理由你们可以接受吗？可是是事实啊。我来解释一下，因为真的，其实我刚开始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还是有跟他说谎，被他抓过一次。是什么忘记了？就是被抓过一次，好像我跟他说哦，我还有工作，还是工作比较晚，可是其实我只是回家打电动。就是不想要跟他，我不想要跟他约会，就是我想要有回家打自己的私电动人时间，因为我就想要打电动，我不想要陪女朋友。可是以前如果我跟我女朋友说我要回家打电动，我不想要出去看电影还是吃饭，怎么可能？男人，你告诉我这怎么可能可以说得出口？一定完蛋啊！所以我就说谎，然后之后他就很生气，我就跟他说你生气什么？他就讲说哦，你跟我说真话我可以接受。我说你自己说的哦，那我就真的跟他说真话，他真的可以接受，那我们就没有要说谎的理由啦，我就直接跟他说。我今天不想要跟你吃饭，我想要打电动。所以他真的到现在为止，他还是会这样子跟你说吗？对啊，而且我那时候刚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如果你以后没有办法维持这件事情的话，你现在就不要做。比方说有时候人家为了要追求女生啊，然后特别带你去吃什么好的啊，或者那种很浪漫的事情，我说这个东西如果维持不久，千万不要做，因为我会很失落。结果真的我们在一起谈恋爱的过程当中，真的非常的无聊。我们所有的活动就是健身房。不然就是在家看 DVD、吃冰淇淋，就这样。好，所以哇，我听了他们2个对互相就是互问的那个问题，听了他们的答案，我相信其实，在夫妻啊或者在一个家庭里面，其实2个人要走在一起，也算是2个陌生人，不相识的，然后因为可以交心、可以谈心，默契非常好，然后就这样子决定。从朋友开始成为好朋友，然后就结为夫妻，然后相信他们也是大家都可以感受得到，他们是彼此最好的知心朋友。我还是那一句话，我希望大家呢可以在你的人生的旅途中找到自己的知心朋友，然后可以跟他们分享你的点点滴滴。好，谢谢大家收看我们的最佳损友，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拜拜。Aiden 这里说拜拜，拜拜。拜拜。